首先，免杀是后渗透的基础。免杀在我们进行比如说钓鱼上线主机，或者是通过一些常规 Web 打点，进行后渗透的前提其实就是免杀。你要上线到你自己的 C2，那么对于你落地的 payload，一定是要求最基础的肯定是要免杀以及钓鱼。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目前在做的这个免杀这个钓鱼，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打口方式吧。所以免杀做好的话是非常重要的，是直接影响你这个钓鱼的成功率的。然后由此可以总结，我们现代化红蓝对抗或者说攻防演练的整个攻击周期，其实是离不开免杀的。所以免杀是我们每一个红队人员或者说渗透测试人员的一个基本技能吧。然后我将要分3个部分来去介绍本次的议题吧。其实就是一个制作一个 shellcode 的加载器的一个流程，其实无非就是分3步。对于 shellcode 的处理，以及对于一些内存分配、创建线程的 API 调用是如何隐藏的，再有就是最后目前一些AV 厂商其实都在用的一些沙箱技术，我们如何在我们代码当中添加一些代码来实现这种反沙箱的效果呢？然后我们目前常用的其实就是 CS 的 shellcode。那么 CS 的 shellcode 其实分2种类型，第一种是 payload generator，可以看到第二种是后面带括号是 stageless 的。那其实这2种是有一点区别的。第一种 stager payload 是我们也叫分阶段 payload，它的实际上这段 shellcode 的实质是使用这一个 winInit 调内的函数，通过一些 HTTP 请求的 API 接收后续的 stage，也就是 beacon 点 del，然后进行反射调修补，并加载到内存当中。这就完成了我们一个上线过程。然后第二种是 stageless payload，呃，它不需要通过这种你进行一个 HTTP 请求，然后接收后续的 payload 再加载，它是直接就是全阶段 shellcode 的。相应的右边的体积也比左边的会大一些。那么其实实战当中，我也推荐大家用这个 stageless payload 因为呃这个大小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它也免去了这一个请求 stager 的过程。或者我们可以在那个 profile 当中去把那个host stage 直接关了，因为我们目前是有很多这种对应的对抗工具是会扫你的 stager 的。我们也可以重写 stager 的 shellcode，因为其实呃 CS 的 shellcode 是被杀的很严重的嘛，我们必须要对它进行加密。那我们另一种思路其实是可以自己完全重新开发 stager 功能的 shellcode 的。呃，shellcode 的开发其实刚刚说了，它是位置无关的。那么我们需要手动解析程序的 PEB，也就是进程环境块，获取呃加载的这些调，然后我们再解析调内的导出函数，找到我们需要用到的函数，就可以自己实现自己解析我们用的 API。这个在后面也会详细去说一下如何定位，用这种解析 PEB 的方式定位一些 API 的。那么第二种就是我们大家常用的，也是比较简单的吧。它也可以混淆 stager、stageless 或者是任何 PE to shellcode 这种都是可以的。只要是 shellcode，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加密混淆都是可以的。其实大致也就分2种，我们自己写混淆，呃，实现一些偏移、字符偏移啦这类的，常见的可能有易货嘛，大家可能学免杀的时候，各大文章其实都可能会讲易货其实它只是一个例子嘛。这个实战当中切记就是不要用易货可以自己实现一些混淆或者一些强加密的方法。那么这些强加密你完全可以去
调用开源的代码库。当然，你用来加密这段数据的 key 一定要是每一次都是随机生成的。那么这样就完成了我们 shellcode 的混淆加密内存执行的一个前提吧。这里推荐几个加密项目。这两个加密项目其实是都可以在 GitHub 去搜到的。大家其实完全可以调用里面的，比如说什么 AES、RC4什么的加密算法，直接用就完事儿了，对吧？然后或者其实对于这块的处理也是比较简单。可以看到，它首先定义了一个 map，是 STL 的一个关联容器，提供1对1的数据处理能力。它相当于简单说就是这种数据结构里面是一种键值对的一个关系。它首先定义了呃呃一个字符串，就在最下面，大家可以看到。然后在倒数第二行又定义了16进制的数据。然后我们看它是怎么处理的。呃，这会将这个代码会将我们给到这段程序的 shellcode 进行这种键值对的插入到这一个 map 当中。其实它在内存当中就是这个一个键对应这一个值。然后我们要使用这段 shellcode 的时候，然后再把这个 map 当中的值再付给我们这里 virtual alloc 申请的这段 this shellcode 的这一块内存空间。然后其实就做到了还原这个 shellcode，像刚刚说的，直接用强加密都可以的。它这种效果也非常好的，比较巧妙。我是挑出来说了一下。然后关于 shellcode 加密的这些知识就分享到这里吧。第二部分讲一些 API 调用隐藏，这也是比较关键的一部分吧。首先，我们执行我们内存空间中的 shellcode 的时候，可能常见的 API 可能有virtual alloc、virtual protect，或者是 create thread 创建线程。或者是我们也可以直接利用指针去调用执行。那么其实这些 API 都在各大杀软的重点监控名单里吧。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想一种办法，不用这些 API 去执行我们内存当中的 shellcode？其实Windows 当中也有像 PHP，比如说当中这种回调函数，它其中的某一个参数提供为指针类型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去直接调用你内存当中的这段 shellcode 的。这就变相的达到了一种不使用敏感 API 去执行我们内存当中 shellcode 的方法。可以看到我举例的这段代码，它用了 enum fonts。那么它倒数第二个参数，参数的话是可以我们填入我们申请的这段 shellcode 的。然后就可以去执行。然后下面我也列了一个项目，它是总结了很多的这种可替代 shellcode 的执行的方法，这样一个项目。大家其实里面也有很多示例代码可以去看一下，这种也是有一定效果的。然后可能第二种就是大家可能经常会听到导入表。了解 PE 结构的同学可能会对这个比较熟悉了吧？那导入表是啥呢？导入表其实就是声明了这个 PE 文件当中，我会加载哪些 DIR，哪些 DIR 当中的哪些函数，都会在这个 PE 文件当中去声明。呃，比如说我写了一个程序里面调用了 MessageBox 这个弹窗 API。呃，那么我们去查看我们自己写的这个程序的 IAT，也就是导入表。我们可以看到user32的 del 下面 MessageBox A。可以看到我们的 MessageBox 其实是
用到了 URL32.del 这个动态链接库当中导出的函数。那么刚刚提到的，我们进行加载 shellcode 的过程的当中，其实避免不了敏感 API。那么这些敏感 API 也会出现到导入表当中。那么杀人肯定会将这个作为一个查杀的维度。那么我们怎么解决呢？我们其实可以自定义函数指针调用，去解决 IAT 当中这种会直接显示你的 API 的作用吧，可以达到一定的静态免杀的效果。呃，相关的代码块其实就是左边这两个啊，任何我以这个 virtualalloc 去做例子其实所有 API 都是一样的，你自己去声明了之后，再用 get module header 或者是 load library，然后用 get process address 获得这个函数对应到这一个 del 当中的地址，那我们就可以正常的调用了。然后，如果杀软监控了 get poker address 或者是 get module handle、load library 这几个 API，那我们这样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意味着我们是不是就是得不到这些 del，得不到这些函数地址了？还记得我刚刚提到的shell code 编写的这种基础其实是 PEB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进程环境块我们自己找到我们想要的函数地址。呃，我将这个 PEB x86与 x64不同定位的这个偏移列了两个框上面是 x86，下面是 x64。其实他们寻找的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在不同的架构下面，这个偏移是不一样的。下面我会以 x64 举例x64的话，PEB 是在GS 寄存器偏移60处是指向 PEB 结构的然后再偏移0x18我们指向 PLD 这个结构，然后再偏移0x30是一个双向列表，那么它里面其实就是存了这个我们当前程序所用到的这些动态链接库的。所以流程就是，首先我们需要找到 PEB 模块的基址，再从 PEB 当中找到这个结构，再定位双向列表。刚刚已经说过了。那么我们获取到 del 的基地址的话，其实我们只需要便利这个 del 的导出函数，就可以找到我们需要的函数了。这个是比较基础的 PE 结构知识，就是 IAT 还有导出表，对吧？导入表、导出表比较基础的两个表。左边这个框是用汇编去直接去取这个偏移60的这个值找到这个基址。那么接下来我们找到基址之后，再根据 PEB 偏移0x18的这个位置找到 LDR 的这个结构。可以看到我的示例代码。在通过偏移0x30的时候找到这个双向列表。这个双向列表的话，里面是存了这个许多 del 的再根据这个双向列表里面去找到我们 kernel32这个 del。然后这个小函数的代码就是，演示了找到这个 kernel32其实找任何都是差不多的，大家可以自己打开那个 WinDebug 去调试一下是，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吧，这个。我们用 WinDebug 来看一下 PEB 结构，然后运行我们刚刚所写的程序，对比发现，我们刚刚自己所找的 kernel32这个 del 的基地址，是正确的。然后我们就可以非常正常的再去解析它的导出表，去进行函数调用和刚刚上面是差不多的。这一点就不展开讲了。那么，什么是 syscall？首先来介绍一下 Windows 操作系统。
也不是 Windows 操作系统吧，就是操作系统其实是发展到现在也有很长的历史了。那么最早的操作系统，它其实是没有这种保护模式的我系统运行起来，可能我运行一些程序，会直接导致我整个操作系统会崩溃。那么后来现代化操作系统就提出一种保护模式，使用了几个运行级别隔离运行的程序。那么这样我们应用程序崩溃了，操作系统就不受影响，这没毛病吧？大家都可以理解。Windows 操作系统上实质用到了 Win3和 Win0，对应的也叫用户态与内核态。用户态其实就是我们肉眼所能见到的这些东西，Win0层就是内核态这是咱们的内核驱动了都跑在这里面怎么互不影响、互不干涉？下面我以一个 API create file 这个 API 来解释一下系统调用的流程。可以看到我们用这个 process monitor，看这个 create file 的这个调用堆栈的话，可以看到由下至上是逐步进入内核的。关键的一点就在这个标栏的地方，选肉的这个地方，它是逐渐转换为调用 NTDLL 当中导出的 NT create file 这一个 API 的。大家可能知道，我们调用的很多 API 有些 kernel 32或者是 user 32什么的，它其实到最后下一步其实都会去调用 NTDLL 这个调中的导出函数一般都是为 NT 开头的。其实这个 NTDLL 可以看作一个进入内核的大门吧。我们继续使用 WinDebug 看这个 NT create file，继续我们跟一下，可以看到，它将这个系统调用号55H 放到 EX 寄存器当中，然后接着其实它就进行了这个 syscall 快速系统调用，这其实就是一个 API 进入内核的过程。那么我们想一下，我们如果直接使用这个汇编代码，直接写出来把它，那么其实就可以绕过 Win3层，也就是用户态的防护。那么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大多数的安全软件也好，什么也好，还是在 Win3层进行监控你的，或者说 hook 这些敏感 API 的。那么我们如果能直接去进行这个系统调用的话，那么就是比较好吧。呃，而在这个不同的 Windows 版本，它也有，当然有很多小版本，它里面这个系统调用号其实是都不一样的，就算是同一个 API。那么我们如何做到这种兼容性呢？下面推荐两个项目和可以帮你自动化实现系统调用。第一个其实就是会自动的帮你生成这个刚刚示例的汇编代码，它将不同 Windows 操作系统版本不同的系统调用号全部给你写好了这种你是什么版本你就用哪个。然后第二个就是 HealthGate，这是一个叫做地狱之门动态系统调用的它会自己解析这个 NTDLL然后帮你去找到这个系统调用号我们自己去得到这个系统调用号，就可以自己构造这种系统调用去呃打造我们自己的这种 syscall 函数吧。刚刚其实第三部分 syscall 其实就是涉及了一些unhook 的知识，呃，当然这里再多加一条，就是这也是一个只用几行代码就可以防止一些EDR 也好安全软件的注入这是一个微软的提供的功能你只需要将这个标志位Microsoft Signed Only 设为1的话，其实它就是可以防止非微软签名的 DAO 去注入你的程序的因为我们知道这种 IAT hook 是通常都是用 DAO 注入到你的程序来 hook 你这些敏感 API 的。那我们在我们的程序当中加一些这个代码，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当然，我今天不可能把所有的 unhook
这种方法或者说是免杀方法都讲的特别全面也有很多这种新出的注入手法什么之类的我今天大概是以基础为主，当然也有另一种替换 NTDLL 这种方法，你自己去复制一份 NTDLL 什么的其实都是可以的，这里就不过多阐述了。那么进入到这个议题的第三个部分，也是最后一个部分，就是 anti-sandbox 反沙盒。为什么要提反沙盒呢？因为现在的杀毒其实，杀毒也好，你实际使用也好，其实都是摆不开这个沙箱的。其实你去执行一些文件的时候，即使你关闭了这个样本上传，它有的杀毒其实也是会给你传的，传到云端去分析、执行一遍，然后去分析你的行为，再告诉你，这个文件是不是正常的，对吧？那如果我们的木马没有反沙盒这些代码的话，我们直接被传到云端，哎，人在一执行，哎，发现你，哎，怎么回事儿？你怎么就是说执行木马向外有网络连接啊？这什么情况啊？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要提到这个反沙盒，比如说我们在正常的实战攻防当中会进行一些钓鱼活动，那么我们所投放的这个载荷，那必须要加一些反沙盒的处理，这样的话才就是不至于那么容易去进入沙盒被分析这是也是不太好的。我这里列了一些手段吧，这些手段我也有在用，然后我大致分为3种手段吧，就是通用手段，然后机器独有特征、强延时。通用手段就是比较通用我们可以判断我们当前的这个进程，所在的这个机器，这台机器的内存大小是多大进程数量有多少我们会设置一个值这个值是我们在实际环境当中根本碰不到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去钓鱼也好，去呃打到一个 shell 去上线或者怎么着其实这个2G 内存大小的这个机器已经可能不常见了吧？那么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个2GB 设置为一个临界值。如果那个当前的机器内存小于2G 的话，那么我们会去做一些操作让程序静默或者是直接退出，那么沙箱就跑不起来我们的程序，那么对应的它肯定识别不了我们恶意的这个特征吧？这是一种通用方法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收集已知的沙箱机器名以及用户名，或者是固定文件名的方法。大家码上过沙箱的可能都会知道你的码上了沙箱，呃，沙箱有很多都是有固定用户名、固定机器名都有特征的，比如说叫一个什么非常怪的英文名，呃，或者运行你的样本的时候，会把你的文件名重命名为一个哈希值，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特点嘛，最后一个固定文件名的话，就是我们让我们的程序只有我们命名的这个文件名可以运行，改了名就不行了这样也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比如说我们的文件我们命名为 A，沙箱改为 B，这个文件就跑不起来，这也是一种方法。那么通用手段呢，其实也有一些缺陷。就是现在的沙箱，其实这些通用手段也都会考虑它可能有的沙箱的内存也非常大，可能有8G 的可能也会做一些对你这些通用手段的反沙箱的一些手段。然后第二种机器独有特征，这个其实是我们在想象一个场景，我们在攻击一台Windows，然后我们通过这种常规的打点进去要上线了拿到 shell 来要上线了我们完全可以先获取这台机器的独有特征，比如我们看一下这台机器的 host name或者 MAC 地址
或者是它特定目录有啥文件我们以这一个为一个维度，就是我们的码只有在这台机器上可以运行，它换了地儿就不行了。那这样其实是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的样本的。第三种就是强延时，沙箱也会考虑一些性能的，它不可能跟你一直耗着。我们可以开始可能大家用一些，比如说sleep 1000、10000就睡上个几秒的可能有些沙箱等不及了，为了性能考虑就退了其实现在一些沙箱它有很多反沙箱的手段，就像刚刚我说的它会判断你是否有这种反沙箱的手段，它会进行一定的 hook 跳过，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数学运算，执行一些数学计算执行大量计算，来使这台机器强制让它去等待一段时间因为这个计算必定是要时间的，除非你是一个比较厉害的那个计算机吧，这个你进行一些数学运算，这个机器会去等待一段时间的，去消耗它的资源这也是一种比较好的办法。然后这三种方法其实大家都可以结合使用。当然，我这列的也不太全只是列了一些我自己也有用到的，还有的是网上的思路网上 GitHub 也有一些相关的代码，大家去组合使用就好。比如说我们搜集到的沙箱已知用户名比如说我们搜集了这么多，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列到这里面，再去做一个判断。如果这用户名是这些我们直接退出了。当然，这个如果你实际，比如说你实施钓鱼或者上线，哎，你的这个目标机器用户名是这些，那么当然你肯定也上不了。不过因为我们这个正常人也不会叫这些名字所以然后比如说第二大类的指定机器特征的我们可以以机器 MAC 地址作为一个维度这个代码是一个示例的获取机器 MAC 地址的一段代码。我们获取到地址之后做一个判断，如果它里面的 MAC 地址包含我们给它预设的这个 MAC 地址的话，那么它就是我们的目标机器它就可以上线，可以执行我们接下来的代码如果不一致就沙箱。对，那么关于反沙箱也介绍完了，那么其实做一个逍客的加载器，其实只是上面3个步骤做好了，其实就差不多了。然后额外提一下我们刚刚实现的是逍客的加载器如果你能稳定的把这个逍客加载器做的比较稳定比较好，免杀效果也比较好。然后我们可以配合一些 PE to shellcode 实现这个功能的工具，我们还可以处理 PE 文件的免杀。这啥意思呢？我们可以比如处理一些编译好的文件编译好的 PE 文件，比如说拿了一个 EXE 你把它转为 shellcode，再用我们的 shellcode 加载器去加载一遍，那么其实变相的你这个PE 文件就做到了一种内存加载它是有一定的免杀效果的。比如说这是我自己实现的一个逍客的加载器我们把 Mimikatz 拖进去，用刚刚上述的一些方法去加载，然后再去加载这段 shellcode。这个是我今天下午在那个测试机上去截的图临时截了一个图去免杀加载那个 Mimikatz，可以看到这个原版 Mimikatz 经过这种 shellcode 加载器的处理，是可以过这种卡巴终端防护的。当然，你去转shellcode 的这个操作你也可以不选择这种开源项目，比如说 Do Not P to shellcode 的这种工具你说我不想用我就想自己实现那也可以。我觉得做免杀必须要具备的基础。那么其实
刚刚所有的东西啊，已经都讲的差不多了啊，那我们就抛开我们的 shellcode 加载器啊，其实我在开篇也提到了，shellcode 加载器只是用来上线的，它只能让你上线啊，你上线到，比如说我上线到 CS 啊，这之前的过程都是免杀的，那么我 shellcode 加载器这个职责已经完成了，就没你事儿了，对吧？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我想重点告诉大家的一些东西吧。关于 C2 的进化，C2 其实是一个目前也比较火，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一个好的一种精华的东西，比如说 Cobalt Strike 啊，它就是一个我们可能大家都在用的这个东西啊。但你对于 Cobalt Strike 了解有多少呢？啊，你对于这种 C2 的架构了解有多少呢？啊，我们用这种 shellcode 的加载器上线之后，我们要做的下一步的操作啊，比如说我们钓上来鱼啊，我们要做维权啊，我们要抓浏览器密码，我们要运行 Mimic 那么这些肯定是要不落地加载的，需要用一些内存加载的技术。那么 CS 所用到的内存加载技术就是 Reflective Load，也叫RDI 吧，反射 DAL 注入吧，RDI 项目。那么这种技术可以使这个你的 DAL 去不落地加载，直接执行的。那么其实这个是我们在做一些实际项目当中也会比较头疼嘛。CS 的这个特征比较明显。那么其实我们之后的学习路线重点，其实就可以放到这个我们如何去规避上线之后的一些特征呢？其实这才是重头戏。免杀消扣的只是你的基础而已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二开 beacon 端我们去 hook beacon 的 DAL 当中所用到的敏感 API，然后或者实现自定义加载方式这个实现起来的成本也还算可以吧。那么对于这个C2 的终点，其实现在也比较明确了，这也是趋势，也是方向，就是我们要自研自己的 RAT 或者是 C2，我们会实现完全自定义的内存加载我们可以自定义自己想要的功能。那么当然，这个实现的成本也比较高的不可能你一个人简简单单就可以完成，呃，你也不可能做到像 Cobalt Strike 这样这么完善的用户体验。但是这是一个趋势吧？这个在目前的情况下来看，其实还是一些高级对抗环境会用到这个自研的 C2 的。然后目前的 Cobalt Strike 的一些 RDI 也好，.NET 加载执行的也好，这些其实都可以通过一些新出的特性，比如说 BOF，其实这一页 PPT 是我比较想表达的之后的趋势一定是这样的之后的对抗只会越来越高级，像现在 Web 层面，大家可能 Java 都是逐渐在向内存当中对抗其实你任何都要规避一些你的打 payload 的流量你要加密，你你要绕 WAF 你打完之后你如何 Java 内存码啊，避免落地这个 Web Shell，你上线之后如何不落地加载你的这些 payload，这些都是要考虑的。综上所述，其实上面说的，其实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比较基础，那么其实，是没有长久的规避技术的。免杀其实是与反病毒技术的长期对抗，呃，万变不离其宗，掌握基础方可应对自如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只需要掌握了这些 Windows 的一些基础，以及是这种逆向 PE 结构，我们对任何新出的这种免杀技术，我们能够第一时间掌握并且进行一定的思考，我们可以集合到我们自己的加载器当中。比如说，这两本书是我比较推荐的Windows 核心编程深入解析 Windows 操作系统
这是可能我最想和大家传递的吧。啊，大家多学习基础是没错的啊，不要去太着急去获得一些什么快感，有些路是你不走不可的。免杀上线只是第一步，后续的行为规避也非常值得学习研究。这刚刚也提到了。那么今天的我的议题就分享到这里。